那我们先用喷火龙好了。这也不行，只有皮卡丘可以用啊。等等，我现在是谁打谁啊？嗨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是雪兔。今日我要来开箱从日本买回来的宝可梦新品玩具啦。那这个宝可梦新品玩具呢，雪兔是在宝可梦中心，嘿嘿，每年几乎了啦，从去年就有在买一些新品的宝可梦玩具，到今年3月份的时候，雪兔呢有去了一趟大阪。那在那个时候，有在宝可梦中心找到一些新的，在台湾都还没有上市的宝可梦玩具。至于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一款 Pokémon Battles 这一个玩具，老实说有点不得了了。我有去网上看一下它的游玩介绍，没看不知道，一看就觉得吓一跳。这一个简直可以算是在家玩的 Gaulle 或者是 Trita 类型的吧。倘若呢你出门在外，在机台上面打到已经快要身心俱疲，回到家中想要换换口味，但又想要有那个拍击的快感、对战的感觉，那这一个玩具呢，真的可以来去好好的考虑一下了。而这个 Pokémon Battles 在我们宝可梦中心呢，大概是6000日元含税，所以换算为台币的话是1300上下。如果我再乘个0.9，因为它可以退税，所以就再乘个0.9吧，打个9折，那应该是1200上下，就是这一个玩具。而它的话，目前是确定没有中文的话，那一定都只有日文，然后它只有日文语音，没有中文的任何的界面。等往后可能有出现代理的话，也许会有，也说不定。但我们先不管这一些，它就是一个很纯粹的，你一开始有初始的卡片，然后你要对战那一些厉害的宝可梦，把它们给打下来之后，就会收服成为自己的宝可梦。里头呢有非常多的种类，高达多少种啊？60多种吗？那属性呢算是应有尽有，也有克制属性这一个功能存在着。我蛮好奇它怎么可以把这么多功能塞在这个小小的游戏机当中。而如果你是听得懂日语的玩家的话，我相信这一个会让你玩得非常尽兴。倘若你是听不懂日语，像雪兔一样啊，你只听得懂一代或者是可能阿里嘎多这一个比较简单的日语的话，那你就听关键字就好。好不好？我们会在这支影片稍稍的试玩给大家看看，然后如果你们真的觉得不错，目前我看虾皮上面好像都没有人在卖，所以就去日本买一下好不好？或者是请人代购也行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准备来开箱吧。首先，它侧边真的有许多宝可梦，它可以极巨化，也可以 Mega 进化。它就除了钛金化还没有跟上以外，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有了。神兽的话，包括超梦梦幻、阿尔宙斯、无极泰纳、裂空座，几乎全部收录了。它算是一个小型机台了，我跟你讲，随身携带小型机台了。里头的话，这个盒子就是我们的宝可梦，那里面的话，无论是自己可以用的，或者是你的对手的，我都在这边了。后面就是阿尔宙斯，这应该是最终的 BOSS 了吧？阿尔宙斯羽兽师神里头的话有皮卡丘、喷火龙、喵喵、耿鬼、拉普拉斯、伊布、卡比兽、蝾螈、八大湖、东乃仙，然后为什么会有两个喷火龙啊？路卡利欧、利奥路莎，还有巨精怪沙奈朵、班吉拉，而且它的超梦竟然也是有 Mega 的呢。那后面比较厉害的话就是无极泰纳，有凤凰，那有洛奇亚吗？没有洛奇亚哦，它一次有2面哦，那是真的可以打很多OK， 先把这个放在旁边，然后我们的机台本体。掉出来了，哭啊！哇，它有要贴贴纸哦，哭啊！好烦哦，怎么会需要贴贴纸啊？还好，它总计只要贴17个。它的纹路很微妙，你知道吗？就很像是一个古老的战斗台一样。这个按下去呢，里头是钢珠轮盘这样子转动的 view。那这里的话是有比较简易的说明书了。那说明书上面有英文吗？好像它应该只有日语吧。电池的话要4
4颗哎，我的天哪！我们先快速的把贴纸给贴上去。好了，该贴的都贴完了，里头正面、反面基本上都贴光光了，17个。好了，那我们准备来开启。啊，他讲啥？好，那我先看一下现在有哪一些可以来去做使用好了。它旁边呢是有一个可以刷卡的地方，所以，诶，这个还不行吗？现在是要选择宝可梦就对了，可以用喷火龙哦。那这个嘞？这可以，极冻鸟嘞。那我们先用喷火龙好了。这也不行，只有皮卡丘可以用哦。等等，我现在是谁打谁啊？他这边有2个闪烁，然后因为我们刚刚是在决定说谁是先攻后攻，它有分先后攻。那现在有3和4，就是我这个轮盘要在这个3跟4的这个区间才会攻击成立。来，好，我们后攻了。现在是怎样？为什么会有电击的声音？他刚刚好像没打到我哎。所以我确实是喷火龙在打人，我有听到喷火的音效。怎么了？现在才是要指先后攻。没有。好。我现在要防御，它4个灯都亮的话就是全满。我们被打到了，但只被打到一点点。换我们攻击，打到。他还剩下1滴血。好。他这个是什么？他回满了，我被打了。我觉得真的很吃亏，就是日语如果真的不是很听得懂的话，这一个游戏盘的游玩乐趣会下降很多。它的回合怎么去做进行是一个很妙的地方打得赢了吗？有了，1击必杀，4个全灭。好了。那经过了刚刚呢，雪兔手来去做研究了一下，后面发现了一个大概是怎么玩的流程，来跟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好了。首先呢，你在开机之后，它在这个时间点呢，
是给你选择你的模式，旁边的小按钮呢 ，Free Mode 一开始就是3对3，然后Free Mode 就是你可以选择2个宝可梦来去做对战，一开始会先自己选择一只，再选择另外一个对手，在自由对战的这一个期间呢，不会限制你所使用的宝可梦以及对战的是谁。第3个呢，就是对战 Mode， 你可以2个人一起来去做对战，它会在游玩的期间明示的告诉你讲说现在是 Play 1的时间还是 Play 2的时间。第4个就是设定了，没什么话好说，在游玩的时间 Free Mode 并不会上升你的 Rank， 而你在打3对3的时候，你的对手呢是随机出现的，并不是你自己可以抉择说我现在要打谁打谁打谁，没有，根据你的 Rank 越高，你对手可能就会越来越强，而你可以所使用的宝可梦也会根据你所对战的对手，你打赢了，你就可以解封那一只做使用。而极巨化跟我们的 Mega 系统呢，每个回合可以使用1次。那你在使用到这一只像你用双奶仙的时候，它会告诉你现在是可以使用极巨化的时候，你就要翻面，然后来去刷卡，然后刷过去，然后它就会进化上去了。后面我们在想着，到底它攻击是什么样子？各位有看到它上面不是有上下左右都有招式名称吗？没错，当你在按这个转盘的时候，它上面不是有红色的指标吗？假设它是只在左侧，那它就是用这一侧的招式来去做攻击。而你的招式的威力取决于刚刚不是有讲 random time 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时间点。你就是在按，然后再蓄力，从1、2、3、4蓄到4阶段，就是你已经是100%的威力了。然后最后在停止的时候，就看这个红点会落在哪一个地方，就会使用什么样子的招式。那在这边呢，它是会计算着我们的属性，它先看你使用什么样的招式，再看威力，接下来就看有没有造成属性的伤害，那就有2倍伤。如果真的想要玩得长久，那你就是不断的打3对3。然后只一直在挑战3个不一样的宝可梦，在对战的途中是有机会可以遇到神兽的，而它每一个音效呢，还有它的攻击的呈现，其实都有不一样哦。它基本上就是把有些音效直接全部拉到这里面了。我认为以现在来看，这个 Pokemon Battle 这个松饼机呢，算是蛮值回票价。论小朋友来玩的话，它这个可以玩很久哎。好了，那最后的总结，以这一个宝可梦中心所买到这个 Pokemon Battle 是1200块钱的价值，我给予的建议是值得购买哦。唯一的痛点就是刚刚跟大家所说的它的日语这部分，我相信小朋友在玩这一个游戏机的时候，学习能力也是会很快的，可以不用担心他们听不懂，他们依旧可以玩得很开心。好了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雪兔，希望你们喜欢这一次的宝可梦玩具开箱。不知道这个新品你们大家喜欢吗？如果想要看到雪兔玩到更多不一样的宝可梦玩具影片的话，也不妨在下方留言给雪兔，订阅雪兔，可以看到更多影片。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，各位，拜拜拜拜。